大姐和大姐夫因为蘑菇合作社发展新模式一事产生分歧，最后竟然闹到要离婚。投资招商局经过江阳这一次的梳理，短短1年的时间，江阳不光把20几个厂子全部都扭亏为盈，而且连带着形成了一条产业链。江阳又给省里这里创造了几个工业园，不光是交通发达，而且工业园里可以算是要啥有啥。晚上一大家子坐在一起吃饭，大姐和大姐夫也来了。大姐夫一边吃饭一边欲言又止。姐夫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有什么话就跟我说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你别瞎想，能有啥事儿啊？啥事儿都没有。你呀刚回来好好的歇一歇，把身体养过来，你自己的事儿还忙不过来呢。姐夫，你别听我姐的，虽然我姐是家里的老大，可是你们做事方面遇到了问题的话，还是应该大家说出来一起想办法。姐夫，你没听说过3个臭皮匠顶1个诸葛亮？先不说有没有办法，说出来大家也能出主意，万一有一个好办法呢？老六是这样，现在来了一个南岛商人，挺有钱的，来到咱们那里之后看上了咱们蘑菇种植合作社，于是就跟我们谈合作，想要入股我们蘑菇合作社，说是可以扩大生产，到时候把这些产品做成罐头以及熟成制品销往国外。我们一听这路子也不错，毕竟现在大家都是想在经济改革开放方面做出贡献，可是合作者内部的这些股东们都不同意，他们觉得和这些外面的人合作风险太大。那你们合作社现在的意见是什么？现在是这样，我们有8户人家愿意和侨商合作，发展新模式的蘑菇种植投资以及外销。可是这样的话，需要我们投资的数额比较大，如果侨商全部投资的话，投资份额大概占到80%。我记得当初你提醒过我，这种股份制投入绝对不能让一方独大，对方占80%的话，虽然说节省了我们大家投资的压力，可是最后我们没有话语权，将来这蘑菇种植合作社就得是人家说了算。我们本来的意思是对方拿40%的股份，我们占60%的股份，可是要照这样算下来，投资份额我们8户人家每一户差不多要拿出将近50万，我们目前拿不出这么多钱。其实原本如果是咱们蘑菇种植合作社集体投资的话，这笔钱对于大家都不是什么负担，可是其余人都不答应，他们觉得目前蘑菇种植合作社已经步入正轨，没必要冒那个险，我们8户人家拿不出这么多钱。我这一次其实是原本想跟你咨询一下，跟侨商合作这条路能不能走。你姐的意思是准备到信用社去贷款，咱们农民种植合作社贷款的话是有优惠，可是风险太大了，算下来的话，我们每年要还的贷款至少都在5万块钱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贷款就没必要，如果给大家做说服工作，大家可以一起入股的话是最好，如果不行就算了，毕竟这侨商谁知道他们后面的路子咋走。他们说的那个工厂听起来是挺好，可是咱们现在村里已经建了罐头厂，何必舍了这个又去搞什么另外一个出口的罐头厂？我就不信卖到国外能比卖到咱国内强。你每次都是这样，做什么事情都是畏畏缩缩，如果照你这么说，那咱们不种蘑菇更安全？现在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？咱们当初的冒险不是江阳帮咱们能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吗？你忘了当初开始种蘑菇的时候，你跟我说的啥？在被窝里成天在那里跟个女人一样唠叨，说是种蘑菇有风险，这要是赔了，到时候咱连工钱都没有。咱不种粮食，地给别人去种了，到时候收了粮食咱吃啥呀？孩子们上学也花钱，当初是我拍了吧，说无论如何也得帮我弟弟。你要是觉得不乐意，你就带着孩子们回去，我一个人在娘家干。后来才有了咱家的房子，后来咱俩才能成了蘑菇种植合作社的经理。我是经理，你是副经理，到底咋来的？你心里没个数。现在过上好日子了，你又开始这样，我一说做点什么，你呀就各种的风凉话。我就知道你瞧不起我，当初的时候你嫁到我们家是过苦日子，让你背石头，可是当初那也不能怪我呀。好好的日子你不过你是为了老六你才去背石头的，你也不是为了我和孩子。老六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怨恨你，可是当初这些事情是你姐一意孤行非要这么做，我怎么劝都劝不住。我知道我不是一个有出息的男人，我一辈子就想踏踏实实老老实实过日子，可是你姐现在心野了，你知不知道现在她成天跟男人们在技术室开会，一钻进去就是10几个小时不出来。我知道你姐是为了技术上的突破，可是我也是个男人呢，你说哪个男人能看着自己媳妇成天跟男人们厮混在一起，外面风言风语都飞遍了，所有人都说我是个窝囊废，我头上绿帽子都戴了好几顶。大姐夫，你这话可就过头了。我就知道我这么说，你肯定会站你姐姐那边，谁让你们是姐弟？可是也不能让我一辈子这么过日子。我娶的是媳妇，我不是娶了一个女强人回来。你姐现在进进出出全是男人们跟在她身后，你知道我心里苦吗？我娶了个啥媳妇啊？成天不着家，老大和老二成天跟着他妈也不着家，早就过了岁数应该娶媳妇。可是你姐不闻不问，我给他们说了2个媳妇，你姐都不同意，说是没文化，咱们是啥样的家庭就得娶啥样的媳妇。我在这个家里说啥话都不顶用。你说好好的日子没过上2天，现在家里给孩子们都盖好房，啥都收拾好了，甚至都买了小汽车。我觉得这日子过得不错，孩子们娶了媳妇，生了孙子，我们俩年纪也大了，就可以回来帮着他们带孙子。可是你姐可倒好，现在又非要搞什么和侨商合作，那侨商油头粉面的，
一个50多岁的老男人天天和你姐腻在一起，不是请你姐吃饭，就是请你姐去跳舞。你知不知道男男女女在舞厅里搂着腰跳来跳去的，这叫什么事儿？反正我是不同意，我不同意拿这个家去冒险。今天当着老六，当着咱爹咱妈的面，我也一样是这么说。你要是真敢去贷款，把房子地车都抵押出去，我就和你离婚。姐夫，你别这么想，我姐不是那样的人。大姐啥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啊？大姐就不可能有这心思。你这么想她那是真冤枉了她，两口子都过了一辈子了，床头打架床尾和，哪至于闹到离婚的份上？大姐，乔商的事情有眉目吗？或者说对方的底细、资料背景你都调查过吗？当然打听过，我能不打听吗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万一对方造假或者在身份上有问题，那不是坑了咱们合作社？我也是为合作社考虑到现在其他县里面也搞蘑菇种植合作，现在搞得多了，市场上蘑菇的价格一压再压，蘑菇的价格现在还不如当初的1/3。为啥？不就是因为现在种蘑菇的太多了，我们的东西虽然有一定竞争力，可是架不住别人便宜啊，你知道吗？咱们现在的利润已经低到了5%，再这样下去搞恶性竞争，是这个市场迟早要完蛋。我这不是着急吗？我后来一调查，果然在国外的市场比咱们这里卖的好得多，而且人家看中的就是咱们价格低廉，卖到国外去，人家都是翻倍，咱为啥不走出去？而且人家家里的资产丰厚，咱在投资方面对于人家来说只不过是个小蚂蚁，他在咱们省里还投资了其他工业园区的厂子。我一琢磨，这不就是好事儿吗？咱干嘛不借人家的东风搭上这顺风车？而且人家请我吃饭、跳舞都是正常的社交礼仪。那舞厅里那么多人，你说人家请我跳舞，我总不能不跳。你一个大男人心眼儿小的跟针笔一样，动不动就是这个就是那个，说风就是雨。还有儿子们结婚的事情，我早就说了，不着急。是村儿里那些18、19岁当初头就领结婚证，你以为他们那样日子就过得好？这么小的年纪就生了娃，要照顾娃，哪顾得上自己的日子？俩孩子现在正是学习的时候，他们不光在研究室里能搞出新东西，而且学习劲头正足。你就希望老婆孩子热炕头儿，我更希望他们是出于自己喜欢才去成家。你说你一个大男人，你现在是合作社的副经理，你可倒好，成天跟那些寡妇大闺女混在一起，你以为光我有风言风语，你的风言风语少吗？那刘寡妇是咋回事？我听说隔3差5就让你去她家里吃饭，晚上9、10点，你醉醺醺的从她家里走出来，叫全村人都撞上，明里暗里不老少人在背后议论纷纷，指指点点。你不要在这里恶人先告状，刘寡妇为啥让我去她家吃饭？还不都是因为你？因为我让你去刘寡妇家吃的饭。当然是因为你。那刘寡妇想要加入咱蘑菇合作种植社，你一直不让，所以人就隔3差5请我去吃饭，就是为了说情。而且你天天不回家，每天家里冷锅冷灶，你说我一个人过的是啥日子？和没媳妇没啥区别。人家刘寡妇叫我去吃饭也是心疼我没人管。老六，你也甭瞪着我，爹娘，我知道你们听到这话心里也不舒服，觉得我好像做了对不起江春的事情。可是你们问问江春，他自己干了啥？他在外面和那乔商搂搂抱抱，我和寡妇就不能吃饭，这还有没有天理？江春，我今天把话摆在这里，我现在就一个要求，这蘑菇种植合作社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。你要是留在那里继续当经理，行，那我就辞了这副经理的职，免得被人在那里说3道4，咱俩就离婚，我带着孩子们独自过日子。你这是真心话吗？真的要和我离婚吗？我不是要和你离婚，我只是希望咱们这个家回归正常，我就求你了，别穷折腾了，咱好好过咱的日子不行吗？爹娘你们也劝劝江春，她一个女人这么要强干啥？姐夫，你要是说这个话，那我不站在你这边。我姐虽然是个女人，可是她更是个人，她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是怎么过。两口子有什么事情不能坐下来好好商量？何必非要闹到这个地步？姐夫，我是男人，我懂你，你是觉得自己过得像是个单身汉，可是被刘寡妇勾搭那么几下，心里又痒痒的，觉得自己现在事业有成，啥都有，有的是女人喜欢自己。所以我姐要是不回归家庭，你是真准备跟她离婚？你要的是千依百顺对你唯命是从的女人，你要的不是一个女强人。老六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孩子他爹，你应该知道，咱们蘑菇种植合作社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，就像老六说的，贷款重新走出一条路，那是我们必须做的，不然的话，蘑菇种植合作社只剩下死路一条，将来会被市场淘汰的。我们停滞不前就意味着市场会不要我们。我只是想给大家打开一条路，虽然大家现在不理解，可是只要看到我们这8户人家做得好，能赚到钱，他们一样会心动的。哼，你现在有本事进进出出，人家都叫你江经理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不就是一个破农民？要不是靠着你和你弟弟，我能在蘑菇种植合作社里干啥？你张嘴闭嘴就说我去刘寡妇家吃过饭，但是那是因为啥？还不都是因为你？你倒打一耙，反而觉得我和刘寡妇有啥？我和刘寡妇能有啥？刘寡妇要进蘑菇种植合作社，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她一个寡妇带着俩孩子不容易，琢磨着能过得去就过得去。再说了，他们家男人原来也算是跟我们家拐着弯的亲戚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
就当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这件事你签了字就行。可是你呢？你死咬着这个问题不放，就是不给他签字，就是不批准他加入蘑菇种植合作社。一个寡妇就算是真跟我有啥，你呢？你作为一个女人，你连看到我从他家出来，你连个屁都不放，表情都没有变。我一直等着你跟我说，合着你在这里等我，在家里都不能跟我这个男人说话，非要到了这里把我的脸面扯在地下。江春，你是有本事了，有底气，你有弟弟撑腰，你瞧不起我。行，从今天开始我退出蘑菇种植合作社，以后我这个有名无实的副经理就不干了，我回家去。你姐说我跟刘寡妇有啥那就有啥吧，在家里没有我说话的地方，我回我家去吃糠咽菜那也是我的本事。你啥时候回去？咱俩把手续办了。